气的云溪，次能够见到帅气的云溪。还记得我们几年前有见过，对吧？是的，好像是，还有几年时间，对吧？大概有个2-3年的时间。但是我觉得今天啊，老朋友见面之后呢，我觉得岁月格外的善待我的云溪。今天我就是离你特别近，脸上的状态呀，包括说整个人的气色气场都是非常棒。谢谢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很多的粉丝朋友们肯定还特别好奇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不光气色这么好，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忙些什么？其实最近的话，我准备参加音乐节。音乐节？是的，对，所以说呢，也是在为音乐节做一些准备吧，包括一些歌曲的选择呀，然后一些造型上面的一些考量，都在做一些准备。哎，说到这儿之后，我相信很多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的好奇心已经马上被勾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有造型上的突破，而且这个应该是我们云溪首次参加我们的音乐节。对，紧不紧张？其实不能说是紧张，而是开心和兴奋吧。兴奋。对，因为今年6月份我举办了自己的个人首场演唱会，对吧？那么其实我自己也蛮享受开演唱会的感觉，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参与音乐节的话，我当时就说咱们还是去试一试。所以说呢，这一次有机会能够真正参与到音乐节其中，我觉得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吧，然后就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激动。哇，真的为云溪高兴啊！大家以往见到我们的云溪呢，可能是在各种各样优秀的作品当中，但是没有想到啊，马上我们将要在音乐节上能够看到您。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，云溪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就是我们的亚洲基配方调查员。这个身份觉得怎么样？其实就是也是挺意外的吧，因为一般来说的话，我都是就是还是比较擅长去诠释这种偏艺术一些的角色。那么今天就是有一个比较带着任务来的这个调查员，所以呢，就还是首先履行好自己的职责，第二呢，带着调查员这个身份给大家带去好的福利。哇，你看，不愧是我们的云溪啊！不光要给大家带来更前沿的资讯，然后更多的是要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。是，之前可能是跟艺术息息相关，但今天呢是跟科学、跟理性相关。是。那首先我就要抛出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了。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资生堂品牌，但我要问你一下，资生堂专研亚洲基，你知道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吗？我知道啊，应该已经有100多年了吧？100多年，对，术业有专攻嘛。真正的资生堂能够收获到大家的喜爱。那为了考验一下我们今天的云溪啊，这个调查员做的够不够合格呢？在现场我们准备了很多情报，有没有信心一起完成？当然有信心了，然后咱们就一起来调查吧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啊，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直播间当中的第一个情报。第一个情报呢，也是很多粉丝朋友们向云溪发来的问题，说，调查员云溪，今天我有第一个问题，说护肤啊，一定要追求高浓度吗？就因为很多人都知道，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卷成分、卷浓度，那你平时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？其实我觉得，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哈，我自己的护肤其实不是说浓度越高越好，而其实我是觉得一定要稳扎稳打的去呵护自己的肌肤。如果说像一些肌肤比较脆弱的朋友的话，一味的追求高浓度，可能反而会给肌肤带去一定的负担，适得其反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不同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浓度。适合自己的才是更重要的。是的，你看云溪在现场呢，不光给出了我们答案，还给出了属于自己从自己的内心出发，给大家做到了一点点小小的建议。其实香香在这里呢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，其实亚洲肌肤相对来讲会更加的脆弱一点。如果说大家一味的追求高浓度，或者追求这个猛料，只卷成分、卷浓度，还没有等到效果出现的时候，很可能肌肤就已经变成了敏感肌，甚至一不小心还会有到过敏的这种情况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咱们外界对皮肤的伤害本来就很大，所以说我们的肌肤屏障是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如果说你用非常刺激的产品去再刺激它的话，可能就会
得不偿失。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要拿捏中间的那个度，因为有很多人说啊，那我怕肌肤敏感，然后呢就会选择一些浓度特别低的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的肌肤相反达不到一个想要的效果，所以呢，护肤的话贵在哪里？贵在平衡。但我忽然会想到，一提到浓淡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护肤品和演戏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因为我能够看到云溪演过很多，比如说能够让大家记住的这些影视作品，然后呢，比如说真情流露，或者说有的时候表达感情有蜻蜓点水，是不是在演绎不同人物、不同情感的时候，也要做到一个浓淡的拿捏？只能说你特别的懂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因为你想，我们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吧，我们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，其实，我们的情绪也是有浓有淡的。对，所以说呢，你在诠释各种不同的角色的时候，也是要去根据当下的一个状态、场景，以及你所要表达的这场戏的一个情感浓度去，让自己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。所以说也不能太猛，也不能太淡。如果你太猛了的话，可能会有这种用力过猛的感觉。如果太淡的话，大家可能又觉得没有到那个点。所以其实我们饰演角色的时候，也是需要掌握一个分寸的。这和我们日常的护肤其实还蛮像的。我觉得咱们日常护肤也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，然后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浓度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是相通的。对，你看啊，比如说成分有浓淡，然后呢，演戏的话也有浓淡。其实这个的话，就相当于我们作为一个演员来讲，要更好的投入到角色当中，做到平衡才好，对吧？要做到更好的平衡。所以希望大家呢，无论是在看我们云溪演的角色，还是自己在选择护肤品之上，都要有这样的权衡标准。而且各位也了解啊，其实我们资生堂呢，研究亚洲基已经达到了100多年的时间，这个其实很厉害。而且我们和很多的欧美基其实不同的地方在于哪里？我们的角质层相对来讲会更薄一点，更敏感一些，更薄一些。而且现在很多人说，你看啊，秋天来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啊，胶原蛋白的这个流失啊，我们一味的卷成分、卷浓度，还真的不太行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资生堂作为亚洲基的配方大师，为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亚洲基的护肤体验。好，那我在这里要恭喜一下云溪，你第1轮的情报挑战已经成功了哦。今天一共有到4轮的情报挑战，4轮，对，放马过来吧，来吧。你看啊，在这儿呢，已经忍不住的要把我们第2轮的情报说放马过来了。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我们可爱的螺蛳粉们啊，咱们也可以帮一帮云溪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第2章情报，叫做熬夜已成为普遍现象。你说的确实不错。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，其实免不了有一些熬大夜的情况发生，所以说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算是家常便饭了。然后我相信现在社会的这种生活节奏，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避免不了熬夜的情况。对，其实熬夜是很多人现在生活当中都会经历的。对，大家想想，无论你是主动熬夜还是我们的被动熬夜，很多人说我们回到家里面那一刻，尤其是洗完脸、护完肤之后，躺在床上，感觉那一刻的时光才是属于自己的。结果呢，就是越熬越晚，越熬越晚。然后这个时候呀，很多的粉丝朋友们说，云溪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支招，让自己能够早点入睡？早点入睡的话，我觉得首先就是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物钟吧。对，就是逼着自己早一些放下手机，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说的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时间，一个良好的生物钟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实在是晚上睡不着的话，其实就可以，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就会戴上耳机听一听音乐，帮助助眠。或者的话就是去我有用过一些香贴、入眠贴，然后贴在枕头上，其实还是蛮有用的。
哇，对，哎，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。是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。习惯非常重要。是的。其实呢，你看啊，云溪刚刚跟大家分享完之后，总结下来，第一个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。对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自己的听觉世界沉浸在音乐的环境当中。是。如果这个时候有条件的话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身边啊，比如说香的物体带给自己助眠的那种感觉。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资生堂系列产品，当你用过之后，它就会有淡淡的香气。没错。然后呢，让我们在睡眠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来感受属于它的温柔和治愈。哎，但是啊，刚刚云溪说过了，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会听音乐，可是呢，我们所有资生堂的粉丝和可爱的螺蛳粉们，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好像最近可没有音乐听，要不然我就替他们争取一个福利啊，在现场可不可以给我们随机的清唱一首歌曲，然后我们录下屏，作为整个秋天辗转难眠的时候听到一段美丽的音乐。没问题啊。那我们准备唱什么？唱什么？可以思索一下啊，期待一下我们的云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。有想好吗？有一首歌叫做《晚安》，我稍微清唱2句吧。可以，正好很应景正好就是让大家早一点的有一个良好的睡眠。可以，好吧？怎么唱的来着？我想想啊。您回忆。是这样的。几人份的长谈到3、2句晚安，惹多情的遐想，却轻易的走散。哇，好听。然后呢，我刚刚要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啊，云溪，就是你刚刚唱完，我整个人现在已经要说晚安了。不至于吧？很可爱啊。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刚刚这首歌曲呢有录下来，然后带回家里面之后，各位可以自己去听一听，然后感受一下晚安世界带给自己的奇妙的梦境旅程。那说完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伴随着一个小小的挑战，好不好？这个挑战啊，来看一下，其实不光啊我们屏幕前面的粉丝朋友们在熬夜，然后板子上面呢还有很多人在熬夜在工作，我们可以对应的给他们找到属于他们的熬夜搭子。这个好可爱。大家有没有特写？对，这个好可爱，感觉像熬了几天夜。就是他在演我。真的吗？演我熬夜的时候。可以，那我们一会儿啊，云溪要为熬夜的自己和熬夜的他们精致准备一个熬夜搭子。首先啊，咱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这个应该是在追剧是吗？看电脑。对。那你会给他准备什么样的熬夜搭子呢？就是在看我的剧呗。然后就贴一个我自己的头像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哇，很 Q 萌的这个感觉啊。可以。对，好。有了云溪的剧之后，每个夜感觉都不再漫长了，因为追剧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。但是也要早点睡哦。对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。繁忙的工作。是吧？对。那估计就是加班搭子。肯定是在做 PPT 啦。是不是？这个时候呢，少不了工作为伴。我觉得你这个搭配其实还挺精准的。你看他在工作的时候3头6臂，对吧？忙不过来，其实可能就是在写 PPT。对。那接下来这个表情呢？这个表情是比较 emo 吧？对，有点不太开心。不太开心。对。那有啥办法？听听音乐，玩玩游戏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对，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。对。让自己不再那么的焦虑。对。让自己随时都能够快乐，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啊，前面3个熬夜搭子，一个是云溪的剧，第2个是 PPT， 第3个是音乐，这些都组成了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场景。但是最后一个场景，哇，熬夜了，真的熬夜了，这个时候皮肤都已经暗沉了，黑眼圈都已经出来了。该咋办呢？现实中的我其实就是用的我们的悦薇水乳啦。哇，你看啊，迫不及待的要把我们的悦薇水乳贴在今天的板子之上。是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哇，现在啊，熬夜搭子的板子现在呢已经全面了。但我有个好奇啊，刚刚你在讲说你有的时候熬夜之后呢也会用悦薇水乳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悦薇水乳，我觉得它就是能够很好的把我的那个熬完夜之后的暗黄给恢复过来。是的，对，所以其实它就是我熬夜必备的首选。让你在熬夜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更好的来感受肌肤的变化，不用担心。而且很多人呢，他有的时候说我在享受熬夜，但是呢，熬夜带来的肌肤问题，就可以就是很难避免。
因为一熬夜，肌肤就会出现到那种肉眼干燥啊、暗暗黄啊、粗糙啊这种，而且其实你的整个脸熬完夜之后，它都是这样耷了下来的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其实悦薇水乳它就，特别是那股清香的味道，对，然后再往脸上这样一敷，然后整个一下子就能够由内而外的缓解到。首先刚才我们说过了，就是悦薇水乳它的气味是非常清新的，对，所以说呢，就是从心情上也能给你一个一下子变好的一个状态。是的，闻到我们非常治愈的香气，再用到里边的成分，仿佛呢熬再长的夜，但是有悦薇的守护，我们整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特别安心啊。没错。那于是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悦薇水乳可以改善熬夜之后肌肤的这个状态吗？这个我还做过调查，就是因为悦薇水乳它其实是可以促进咱们肌肤的代谢，对，代谢速度，所以说的它其实上脸之后的话，它会很快的把你的那层暗黄，和那种粗糙干燥的状态一下子缓解过来。哇，所以仿佛啊，就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熬夜法宝。那其实呢，潇潇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手中拿到的这一组，分别是我们的悦薇水和我们的悦薇乳。大家都了解啊，其实呢，我们生活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之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遵循着时光的生物钟，皮肤的代谢尤为重要。是。那其实为了能够促进肌肤角质的代谢规律，资生堂研发的专利成分叫做 AQIP，能够从3个维度呢调养我们自己比较脆弱敏感的肌肤，然后呢能够滋养我们比较干燥的这个角质。对，角质也是蛮重要的。你说到角质了，对吧？对，我们的角质其实，刚刚你说我们是不是要用那种高浓度的东西，去刺激我们的皮肤，对吧？其实我们角质非常重要。如果真的你用的不恰当的话，我们角质一旦受损，其实就还蛮严重的。对，所以悦薇水乳它非常合适，就是因为它其实非常的滋润，但是它呢又能够因地制宜，针对到我们这种熬完夜之后的这种疲态、暗沉、干燥。所以就非常的合适。对，也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种草和安利了一下。对，而且其实悦薇水乳它可以滋生我们的胶原蛋白。哇，对，所以说就是它能够保持肌肤的一定的透亮和水光。哇，我能够感受到，就云溪对于这款产品简直可以说是夸赞有加。你看啊，不光是针对我们角质的问题，还有针对到我们胶原蛋白的问题。其实呢，护肤要有效，成分一定是更加重要的。没错，对吧？我们的资生堂呢专研的复合植萃呢叫做 VP8，可以更好的针对胶原新生、针对初老的问题。所以有了这一款，所以真的是悦薇水乳是咱们熬夜的好搭子。哇，你看有了它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更好的找回自己容颜的健康的状态。是的。那刚刚我们亚洲基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皮肤的整个的配方情报局的前边的挑战啊，也要恭喜一下我们的云溪，完成了2轮的情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特别给你准备到了一个配方机密的档案，我们要现场呢根据到我们的2个情报，然后呢把这份我们的机密来做到一个更好的解答。好呀，有没有积极完成？当然有信心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云溪，打开我们的档案袋，看一看里边对应的是什么样的考卷。如果说云溪呢答对成功，我们要在上面印章签字，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作为一个亲签的福利带给大家。它是一个这样的。对。我们上边呢就是刚刚介绍过的我们的悦薇的水乳，然后有对应的成分功效和调查感悟，准备了不同功能的贴纸，你要依次的把它贴在这个上边。好呀，可以吧？行，好的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我们的云溪，期待一会儿它的答案。在这里呢，潇潇也要在